甩，那边甩找金嘛，那会儿是改道店那儿停一下，那个停车场过了对面就开的山。这里是从箱根去伊豆的一条山路上，然后这面是一个大的停车场，还有一个登山缆车。这里对面就是沼津市，属于静冈县的。远处的海，现在可能看不太清楚。远处的海就是骏河岸，这种算是登山的小火车。山上的植物随着光线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亮度，还是很漂亮的。冬天的富士山还是很漂亮的，夏天的时候，因为山上没有雪，所以就感觉就是一个光秃秃的山，因为是活火山嘛，然后上面没有什么植被，感觉没有普通的山好看。到处都是秋意盎然的景象。我们就在这儿做短暂的停留。沙子比较黑，对，就像是泥一样。每次走伊东这个沿海路，感觉都太好，情况是特别舒服，特别爽，就是。你看那个箱根那边的山都秃了，这面的山就是还好，也好。你说摩斯巴和 Shake Shack 哪个好吃？Shake Shack。我投Shake Shack一票。就是它那个馅儿太少了，导致你最后吃就剩米饭了，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干饭团，然后就没什么味道了。你要么把那个米饭就是铁板煎的时候给整的有点滋味，多放点酱。热海的这些热带树种的，就特别像一个海滨城市的感觉啊。对。但是不像纬度这么高的海滨城市了。对。这段沿海路不错。BHC 那边也就是像这样。呀，DHC 了。这个是 DHC 的日归温泉。日归温泉很好泡。它那个无边框的那个室外浴场特别好啊。对。但是这些疫情的原因，不太敢进去泡。是。我们胆儿比较小。到了这个小黄房子这儿。下列的小黄房。这个黄河特别远，就能看见。很显眼。特别显眼。地标性建筑。一看到大海，我这个心呐，旷神怡。
阳台平时还是不是很好停车的，但是今天出乎意料，这个人也比较少，车也比较少。今天的这个天气特别好，除了风有点大，但是能见度还是不错的。远处的话就是伊豆的大岛。在东京的话是有船可以直接开到那个抵达伊豆的大岛。而这面的酒店有一个卖点就是，然后在海边这一侧，然后可以看到伊豆的这个应该是8个岛吧，这8个岛都属于伊豆的。然后这个是大岛，然后它往左边还有，但是从这面应该看不见。然后这是大岛的右侧，然后也有几个小岛。到了下田市，对面是下田的这个鱼市场、渔港。现在是下午，所以它也休市了。下田汉堡，它的标志这儿就画了一个小鱼。可以动了吗？好，你可以给大家来一个汉堡开箱，拆解一下这个汉堡，看看它是什么构造。你可以讲解一下。讲解。里面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看上去像是一个汉堡包。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汉堡包。是吗？首先就是没有任何异常的一个大面包，我上手行吗？行。然后呢，这里头是个cheese，然后这个是。它之前有cheese吗？之前好像没有cheese，是吧？红红的、黑黑的，这个就是一整块金木雕，然后再往下一点，下面是一个西红柿，然后是生菜，卷心菜哈，最下面就是和它搭档的面包这就是一个和它搭档的面包金木雕汉堡了。我以它搭起马斯了先吃吧。走。满满的鱼味儿。是吗？好脆，而且真的是现炸出来的。我们赶在落日之前来到了这个南伊豆町，这是一个展望台，然后现在夕阳还没有，就是太阳正准备落山了，然后但是它的这个余光还是很强。那边走走。等会儿走。这到三四郎岛估计就能够有夕阳了，是吧？这还是几个小猴子，对面应该是一个酒店和一个咖啡厅，是吧？富士山能看到？能看到，挺正的。
岛市。